如果你最近在盯美股科技股，大概率已经刷到特斯拉那天的暴涨，5个多点的涨幅，盘前盘后全在讨论。有人说终于等到了，有人拍大腿说又错过了，还有人到处搜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但我先提醒你一句，这种单日异动最容易骗人的地方，不是它涨了多少，而是所有人都急着给它找一个简单的理由。你如果只看新闻标题，会以为就是一张 Robotaxi 牌照的事儿，可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？一张运营许可凭什么能让一家万亿市值的公司单日涨出几百亿美金？这期视频我们不急着喊多喊空，而是把这几层拆开，表面上是牌照，中间是商业模式，最底下是一场关于特斯拉到底该值多少钱的重新定价。把这些线索串起来，你再看后面特斯拉的每一步，就不会只被 K 线和情绪推着走。欢迎来到逻辑冷静，我是小罗。这里不追热点喊单，只用产业数据、财报线索和供应链变化，拆解美股科技与 AI 产业链的真实逻辑。先回到那天的盘面，特斯拉收涨超过 5%， 这个数字单独看可能没那么震撼，但你要把它放进对比里。同一天标普500的涨幅不到1个百分点，纳斯达克也只是温和上涨，也就是说特斯拉那天的涨幅是大盘的好几倍。一只万亿市值的股票单日跑赢大盘这么多，背后一定有机构资金在大规模进场。更关键的是成交量，当天明显放量，比近期日均水平高出一截。放量上涨和缩量上涨是两回事儿，缩量涨持续性存疑，但放量涨说明大量买方真金白银进场了，市场在某个节点上达成了阶段性共识。但我要问的是，他们共识的到底是什么？是特斯拉汽车卖得更好了吗？不是。是财报超预期了吗？也不是。那天驱动资金进场的直接催化剂是特斯拉拿到了 Robotaxi 商业化运营的相关许可。很多人听到 Robotaxi 第一反应就是自动驾驶出租车，老话题了。确实，这个概念讲了好几年，从 Waymo 到 Cruise， 从特斯拉到各种初创公司，谁都在说，说得多了，大家反而麻木了。但我提醒你注意一个本质区别，以前讲的是技术能不能做到，现在开始讲的是能不能合法收费运营，这两个阶段完全不一样。技术 demo 不产生收入，测试运营也不产生收入，但拿到商业化牌照，意味着它可以从研发投入阶段进入到真正产生现金流的阶段。虽然离大规模盈利还远，但这是从0到1的那一步。资本市场对从0到1的定价和从1到 N 完全不同，市场最愿意给溢价的恰恰是可能性被验证的那个瞬间。具体到这张牌照许可的规模是5000辆，你可能会说5000辆而已，特斯拉一年卖100多万辆车，5000辆连零头都不到，算什么？这就是最容易看错的地方。5000辆不是产能目标，不是销量目标，它是合规运营的上限许可。换句话说，特斯拉现在最多可以让5000辆 Cybercab 上路收费，但可以上路不等于已经上路，已经上路不等于有订单，有订单不等于有收入，有收入不等于能赚钱。这中间每一步都是一道坎。市场有时候会把拿到许可直接脑补成5000辆都在跑，都在赚钱，这个跳跃太大了。但反过来，你也不能因为它还没赚钱就否定这张牌照的意义。它的意义不在于当下贡献了多少利润，而在于它打开了一个全新收入模型的可能性。在资本市场上，可能性本身就是有价格的。讲到这里，真正的分水岭就出现了。为什么一张运营许可能让市场重新思考特斯拉的估值？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，特斯拉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？这个问题听起来很虚，但它直接决定了估值倍数。如果你把它当成汽车公司，那它的估值逻辑就是卖多少辆车，每辆车赚多少钱，毛利率多少，增长率多少。汽车行业是制造业，重资产，强周期，竞争激烈，估值倍数通常不高。但如果你把特斯拉当成一家 AI 软件公司或者自动驾驶平台公司，估值逻辑就完全变了。软件公司有订阅收入、高毛利、网络效应和客户粘性，市场愿意给更高的倍数。一张 Robotaxi 牌照就是在给第二种估值逻辑提供证据。它在告诉市场，特斯拉可能不只是卖车的，它可能是在运营一个自动驾驶网络，一个靠软件和数据持续收费的平台。我给你拆一下这两种收入模式的区别，你就明白市场为什么会兴奋了。卖一辆车，收入是一次性的，你买一辆 Model 3，付给特斯拉一次钱，后面除了维修保养，特斯拉很难再从你身上持续收钱。
FSD 订阅是个例外，但渗透率还不够高，撑不起整个估值。而 Robotaxi 不一样，一辆 Cybercab 上路之后，它不是卖出去的，它是特斯拉自己运营的资产。每跑一单，特斯拉收一次钱，一天跑20单就收20次钱，一年跑300天就是6000次收费，这是持续性的运营收入，而且规模起来后，边际成本会下降。一辆车的硬件成本是固定的，跑的单越多，每单分摊的成本越低，利润率越高。这种收入模式下，特斯拉不再依赖新车销量增长来驱动收入，它可以靠存量车辆的运营效率来增长。市场看到的不是5000辆车，而是一个可能从一次性销售收入转向持续性服务收入的拐点，而拐点是估值体系最容易发生切换的时候。但我必须在这里泼一盆冷水，从可能到现实中间隔着太多东西，每一个都可能让这个拐点推迟好几年。首先是部署速度，拿到5000辆的许可，不代表5000辆马上就能上路。Cybercab 的量产、供应链爬坡、质检标准、投放城市的选择、每个城市的额外合规审批，这些全都是时间。你去看特斯拉历史上任何一款新产品，从发布到量产再到稳定交付，哪一次是按时完成的？其次是需求，车上路了，有没有人做？价格能不能比人类网约车便宜？安全性能不能让普通乘客放心？第三是成本结构，自动驾驶车辆的硬件成本、运维成本、远程安全员、保险、清洁维护，这些加起来，每英里成本到底能不能低于人类司机？如果不能，商业模式就不成立。Waymo跑了这么多年，在部分城市已经商业化了，但盈利情况外界并不清楚，说明这个生意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。连谷歌这样资金和技术实力都顶尖的公司都还在摸索。好，讲到这里，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在帮你把特斯拉的故事一层一层拆开，而不是简单告诉你涨了还是跌了，可以先订阅一下逻辑棱镜。这个频道不做短线喊单，也不画 K 线猜顶底，我们追踪的是科技公司财报里真正变化的东西。IC 投入有没有转化成收入？半导体产能有没有落地？供应链订单有没有兑现？后面我还会继续拆特斯拉的 Robotaxi 实际运营数据、FSD 订阅渗透率的季度变化，以及 AI 产业链里其他被华尔街故事包装过但还没有被现金流验证的环节。如果你也想看懂市场正在定价什么，而不是被新闻标题推着走，留下来一起长期跟踪，我们继续往下拆。除了 Robotaxi 牌照这个主催化剂，那天还有2个容易被忽略的信号，很多人只盯着牌照就把这2个放过了。一个是 Semi 电动卡车在欧洲的扩张进展，另一个是特斯拉砍掉了一些低效业务线。这2个事情单独看都不算大新闻，但放在一起看，你会发现特斯拉在做一件事儿，一边开新的增长曲线，一边提升资本效率。先说 Semi， 这个产品很多人不太关注，因为它不是乘用车，曝光度低，但电动重卡这个市场如果能跑通，空间非常大。长途运输对燃油成本极其敏感，一辆重卡一年跑几十万公里，油费是最大的成本项。电动化的经济账一旦算过来，物流公司没有理由不换。Semi 如果能在欧洲落地，意味着它不只是美国市场的故事，全球化的想象空间就打开了。当然 Semi 的量产节奏一直偏慢，交付量远低于最初预期，它是一个有潜力但还没兑现的故事，不能直接当成已经落地的收入来算。另一个信号是砍掉低效业务，很多人一听砍业务就觉得是利空，条件反射的觉得公司不行了才收缩，但我不这么看，甚至恰恰相反。一家公司在高速扩张期什么都想做，什么都想投，这很正常。但当它进入需要证明盈利能力的阶段，砍掉不赚钱、投入产出比低的业务，反而是负责任的表现。它说明管理层开始重视资本效率，开始把资源集中到最有潜力的方向上。对股东来说，这比盲目烧钱讲故事要好得多。市场有时候很矛盾，扩张的时候说你不赚钱，收缩的时候说你没增长。但真正值得看的是钱花在了哪里，花出去的钱能不能产生回报。砍掉低效业务，把钱省下来投到 Robotaxi 和 FSD 这种核心方向上，这在我看来是正确的资源配置。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向证据，就在特斯拉上涨的那段时间，它还发布了一个近298万辆的召回通知。
召回这种事儿放在平时绝对是利空，涉及车辆数量这么大，维修成本不会低，还会影响品牌形象。但你猜怎么着？股价没跌，反而涨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当天市场的注意力完全被 Robotaxi 和 AI 预期占据了，召回这个利空被直接忽略了。我提醒你，这种利空无效的现象非常值得观察，它说明当前的主线逻辑非常强，强到可以暂时压过负面消息。但这也意味着，一旦主线逻辑被证伪或者出现裂痕，之前被忽略的利空可能会集中反噬。市场不是忘记了召回，只是现在不想看而已。讲到这里，我必须把一个核心矛盾摆到台面上。特斯拉如果要按 AI 平台公司来估值，那它的传统汽车业务就必须经得起审视，因为目前为止，特斯拉的绝大部分收入和利润仍然来自卖车。而汽车业务的利润率最近几个季度其实是承压的，降价促销、原材料成本波动、中国市场竞争加剧、欧洲需求放缓，这些都在挤压毛利。如果汽车业务的利润持续下滑，而 Robotaxi 和 FSD 的收入又还没起来，那中间就会出现一个青黄不接的阶段。这个阶段估值是最脆弱的，因为你用 AI 公司的倍数去定价，但财报里看到的还是汽车公司的利润，甚至是正在下滑的汽车利润。这个错位就是多空双方真正在争的东西。多头的逻辑很清晰，他们赌的是商业化拐点已经到来。Robotaxi 拿到牌照了， Cybercab 开始试运营了， FSD 的订阅在增长， Optimus 和储能也在推进。这些业务如果任何一个跑通，都能打开全新的收入空间。更重要的是，特斯拉有数据优势，路上跑的几百万辆特斯拉，每一辆都在收集真实道路数据，这种数据规模和多样性是其他自动驾驶公司比不了的。多头看的是2-3年后的可能性，他们愿意为这个可能性支付溢价，也相信特斯拉的执行力。空头的逻辑也很扎实，他们关注的是落地，是从故事到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。牌照不等于部署，部署不等于订单，订单不等于收入，收入不等于利润。5000辆的许可上线，真正能跑起来多少？每英里成本能不能打下来？消费者敢不敢做？监管会不会在出了一次事故之后就收紧？Cruise 就是因为安全事故被全面叫停，到现在都没缓过来。而且空头还会指出，市场对 AI 的预期已经非常高了，高到任何一点不及预期都可能引发大幅回调，预期透支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。我自己的判断是，两边说的都有道理，但关键不在站队，而在跟踪验证指标。故事可以讲得很宏大，逻辑可以推演得很完美，但最后必须落到数据上。我给你列4个最值得持续跟踪的指标。第一个是 Cybercab 的实际部署量，注意是实际部署量，不是许可上线，不是计划数量，是真正上路运营的车辆数。如果一个季度过去了，实际部署只有几百辆，那说明量产和落地遇到了瓶颈。如果部署量在稳步爬坡，每个季度都有明显增长，那说明商业化在真实推进。第二个是 Robotaxi 的每日订单量和收入数据，有多少人在做，每单多少钱，每天跑多少单，这些直接决定商业模式能不能成立。你可以算一笔账，一辆 Cybercab 的硬件成本加上运维、保险、清洁、远程支持，平摊到每英里是多少钱。如果每英里收入高于成本，而且差距在扩大，那这个生意就能跑通。如果收入一直覆盖不了成本，规模越大亏得越多。第三个是 FSD 的订阅渗透率， FSD 是特斯拉目前最接近规模化的软件收入，现有车主就可以订阅。它的增长速度直接反映消费者愿不愿意为特斯拉的软件付费，也反映特斯拉的软件能力到底有没有被市场认可。如果 FSD 订阅率持续提升，那说明特斯拉的软件变现能力是真实的，这会给 Robotaxi 的故事提供旁证。第4个是汽车业务和储能业务的利润率，这是基本盘。如果基本盘持续恶化，新业务再性感也撑不住估值。汽车利润率如果能企稳甚至回升，说明特斯拉的定价能力和成本控制还在，这给了新业务更多试错时间和空间。这4个指标，我建议你每隔1个季度就去翻一下特斯拉的财报和电话会议记录，看管理层有没有给出更新。有时候管理层不会直接给数字，但会在电话会议里透露方向和节奏。如果这4个数据都在往好的方向走，那估值切换的逻辑就越来越扎实。
如果其中关键的几个一直停滞不前，那市场给的 AI 溢价就值得怀疑。记住，股价可以提前反映预期，但预期最终要被数据验证。被验证的预期叫基本面，没被验证的预期叫泡沫。接下来，我想按不同的观众状态分别聊一下怎么面对这种行情。如果你是长期持有特斯拉的人，单日上涨5个点不应该改变你的底层逻辑。你买的是这家公司3到5年的转型可能性，不是一天的涨跌。真正要做的是跟踪我刚才说的那4个指标，看故事有没有在兑现。如果基本面在恶化，涨再多也不值得高兴。如果基本面在改善，短期回调也不用慌。长期持有者最大的敌人不是波动，是被波动改变了自己的判断标准。如果你是做短线交易的，那你要非常清楚自己在交易什么。你交易的是情绪、资金流向和技术形态，不是公司价值。单日放量上涨之后，追高的风险和回调的风险都很大。你需要有明确的入场理由、明确的止损位、明确的止盈目标，不能因为看着涨就冲进去，更不能把短线仓位套成长期信仰。我见过太多人，本来做短线亏了之后就说我长期看好，拿着吧，然后越套越深。短线就是短线，错了就认，不要找借口。如果你现在没有持仓，正在考虑要不要进，那我建议你先问自己一个问题：你是因为看懂了它的商业模式和验证逻辑才想买，还是因为看着它涨了怕错过才想买？如果是后者，最好先等一等。市场永远不缺机会，缺的是耐心和纪律。你可以把它放进观察名单，等回调到合理位置，或者等验证指标出现明确信号再做决定。不要让 FOMO 情绪替你做投资决策，它会让你在最不该买的时候买。说到这里，我想翻一下特斯拉的股价历史，给你提个醒。之前特斯拉从297美元附近反弹到362美元，涨幅不小。但再往前，它从498美元跌到297美元，跌幅也很大。这种级别的波动在特斯拉身上太常见了，20-30%的涨跌可能就是1-2个月的事儿。它说明市场对这家公司的定价分歧非常大，乐观的时候能给上天，悲观的时候能砸到地。你如果要参与，就必须接受这种波动，不能涨的时候觉得自己是股神，跌的时候怀疑人生。如果这种波动会影响你的睡眠，那这个标的可能不适合你，或者你的仓位太重了。最后我想说，特斯拉那天的暴涨表面上是一张 Robotaxi 运营牌照催化的，但再往下一层是市场在尝试给特斯拉重新定价，从一家传统汽车制造公司重新定义成一家 AI 自动驾驶平台公司。这个切换如果成立，估值空间会完全不同，因为市场给平台公司和制造公司的倍数天差地别。但切换不是靠一张牌照完成的，它需要部署量、订单、收入、利润率这些硬数据一步步验证。故事可以提前讲，股价可以提前涨，但现金流必须后到。在故事和现金流之间，波动和分歧会一直存在。你要做的不是预测明天涨还是跌，而是建立自己的验证框架，然后耐心等待数据说话。如果你认可这种看市场的方法，不追情绪，不喊口号，而是把每个热点拆到财报、订单、产能和现金流层面去验证。欢迎订阅逻辑冷静。后面我会持续跟踪特斯拉的 Robotaxi 实际落地数据、FSD 订阅的季度进展，以及整个 AI 产业链里那些被华尔街故事包装过但还没有被经营结果验证的环节。长期跟踪这些真实变化，比追逐任何一个单日暴涨都更有价值。最后留一个问题给你，你觉得特斯拉这轮估值切换是 Robotaxi 和 AI 业务带来的真实商业化拐点，还是市场在流动性环境下又一次对成长股的情绪性重定价？这个分歧会直接影响后面几个季度特斯拉的股价表现，也会影响整个 AI 自动驾驶板块的定价逻辑。评论区可以留下你的判断和理由。以上内容只用于知识分享和个人观察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